他们都来找我了。好吃吗？注意看地上自行车道标示，我这可不是逆向哦。虽然我觉得这机车骑士在瞪我，我派阿花螃蟹来引导你。玩泥巴，我这就亲眼看到风筝冲浪，太帅了！这个左弯后就越来越神秘了，这绝对是一条1又3/4自行车道。硬着头皮，我们来探险去吧。别人看到的是静静绽放的莲花，我看到的是吹到整池莲花左右乱摇。Just me, my bike, and the open road. Let's roll. 大家早，我是 Wendy。我又来到了竹北的水月休闲农业区。上次来的时候啊，这边正在施工，现在给你们看一下现在的样子哦。这里藏着一艘红白相间的老渔船，让整个角落多了几分浪漫与童趣。地上这悠游自在的大金鱼，前方的彩绘公厕墙面也很吸睛，整体氛围轻松又亲子友善，连这栏杆都是波浪造型。每个角落都是拍照小惊喜。那今天呢，我要前往许厝港湿地。许厝港湿地南岸人文广场好像有新盖好的样子，那我想要过去看看。距离大概41公里。那我会沿着自行车道，就从这个水月公园开始，一路往北骑。自行车道看可以骑到哪里就骑到哪里咯。前面就是水月桥，看一下之前拍的影片，没想到竟然是7个多月前。单车景点真的多到不行，要重复踩点还真不容易啊！出海口的景色依旧迷人，迎面而来的海风始终让人心旷神怡。这里一整片的鱼池养着石斑鱼、乌鱼，还有各种虾类、贝类。看着马达拼命打水，波光闪闪，艳阳底下的我也不自觉地开心踩踏了起来。有没有看到这一路清楚的标示新竹县滨海自行车道？不知道这里盛产乌鱼的，赶紧去看我之前的影片。路边这超大乌鱼子，看好，别说我没提醒你。查了一下才知道，原来这段自行车道工程可以从这里一路到凤坑渔港，大约6公里。竹北沙滩一堆车，这3个关键字一定要联想到新月沙滩。给你瞧瞧这沙滩的魅力。太惊讶了，我还不知道新月沙滩这边有自行车道你知道吗？还真的是第一次骑进来。我记得之前没有啊，太久没来了。我不知道是正常的，这可是去年8月才完工的新月沙湾道上海滩900公尺自行车道。继续沿着自行车道指标走，地上标示着替代1之1。回来查资料发现，这地方旁边有一大片竹北原生林保护区。日本时期原生林共记录到305种植物，是当时台湾西海岸唯一的海岸原生林。虽然现在面积小了很多，我这门外汉也想早一天过去瞧瞧。我们就这样接到了西滨。注意看地上自行车道标示，我这可不是逆向哦。虽然我觉得这机车骑士在瞪我。这次就是跟着滨海自行车道的标志，它引导我走过来这里。旁边呢就是凤鼻隧道，那凤鼻隧道的最外面呢有一个自行车道。我现在就骑在这个自行车道上面，感觉更安全了。
回家确认了一下，这一段自行车道全长2.8公里，明确写着双向自行车专用道。左弯继续探路去喽。前方这么多车，这一定又是什么特别的景点？凤鼻尾防坡堤 ，Google 评论上有人写着，现在还很少人知道，超美的私房景点。嘘，不要告诉别人。这里又是什么地方了？我真的对新竹滨海很不熟哎。凤坑沙湾，这里原本是座废弃渔港，没想到因为泥沙堆积而变成摄影师的私房景点，又要列入我下次拜访要看的景点了。我刚看了一下，现在这里是新丰，那我们刚刚就是从竹北接过来新丰，那现在就要来去红毛港喽。新丰红树林大约有8.5公顷，差不多有200个篮球场那么大，是北台湾少见的水笔子和海茄冬混生的红树林。这里有设观景步道，可以近距离欣赏湿地生态之美。让我停下来带各位仔细瞧瞧。秉持着本频道特有风格，不负责任拍摄，请自行观察。对焦在水笔子，但请注意水笔子下方。还是看不到，没关系，我派阿花螃蟹来引导你。玩泥巴玩到和泥巴同色的螃蟹，你看不到对吧？就看那朵水笔子花，有没有发现眼力变好了啊？那再来第2关，1、2、3，木头人啊！别以为你偷偷跑，我看不到。左边那只你也动得太夸张了。弹涂鱼看到了吗？有没有顿时发现这片泥地好热闹啊？不看时间，真会不小心看上一整天啊！都来到了红树林，注意看左前方那石雕，你一定会回答，当然是水鼻子，绝对不是香烟，对吧？露营车看过来，这里有一整排的厕所，乍看之下还真的会以为这是个露营区哎。左前方这可以租借脚踏车，从这边开始，你可以选择沿着观海堤岸直接步晒，或者像我今天的路线。红毛港这自行车道我印象特别深刻。记得有一年参加新竹的一个自行车活动，叫踏风转去，要凑到100K 啊！我就在这个红树林里，不知道骑了几次哎，可是超级凉爽的。那时候也是7月大热天啊，所以我又来啦。不用怀疑，就是沿着环岛1之1标示走。接下来我就可以好好的享受这片防风林啦。今天没有特别早出门，也想说不太怕晒，因为我就记得这个新丰红树林自行车道，这个红树林啊保护我。等一下去桃园那边呢，也是有绿色隧道，那就会整个凉快啦。右边这凉亭是当地的避暑秘境，上回启程时有机会来回很多趟巡视，真有不少当地人在这乘凉、打个盹、放空。看到这巨大风力发电机，刚右边有个厕所，想要去补给喝水凉快的也可以弯出去，那里可以直接过去热门的新丰休息站西滨 58K 处，有便利商店很方便。不然左前方这店家也可以买个凉的喝。哎，我又在懊恼刚刚怎么没左转一下。那边有个叫坡头渔港的小地方，那种静静的小渔港，可以一旁看着渔夫工作，整个地方还保留着那种淳朴又悠闲的旧日风景，看起来就超疗愈。看到左前方这红色建筑，上方写着复兴巡守站，这边记得左转。前方有标示往双星自行车步道，这也太神秘了吧！就这样接过来海堤，台湾海峡，我们又见面喽！坡头村海岸观光导览，我们现在就是在石沪海岸的路段。这一路上有摄影教学，附上照片范本1张。
模仿照片的拍摄角度，像我一样的菜鸟也可以拍出很不错的照片哦。我是一直到这坡头之星才领悟出这标示的用意。别小看这漂流木，刚刚那照片就是从漂流木这底部拍摄出来的。你看，菜鸟也来模仿一下吧，还不错吧？双星自行车道，我们又见面喽！别小看这短短的230公尺跨溪大桥，这可是衔接了新竹新丰滨海自行车道和桃园的新屋绿色隧道。这线界合照比上次那北横的线界地标轻松容易多了。这新的壁画一看就是陈若欣的风格，果然是6月才完成的新作品，相信许多车友都还不知道吧？跨越了双星自行车道后，我们就来到了桃园喽。再来这里就是绿色隧道喽。那我们继续去躲太阳喽。各位可要看好这新屋福星宫，一旁就是自行车道入口，来这里真的很方便。不只有超多自行车租借站，停车也很好找。不管你是要往北骑，还是南下到新竹，都超轻松，来去自如哦。例假日自行车道专用。好啦，接下来这里就是新屋绿色走廊，一样很凉爽。刚刚很好笑，每次都讲话讲到走错路。眼尖的朋友应该有发现，我一开始看到新屋福星宫，完全忘了左转啦。现在是早上大概9点半，还算早啊，不然这里等一下晚一点也是游客很多，在这里骑车就比较恐怖了。所以要来这里记得早一点哦，不然就是要非假日再过来。我刚看到了什么？新屋石户故事馆，从刚刚新竹新丰的坡头石户海岸，到现在桃园新屋石户故事馆，你知道石户是什么吗？石户就是用石头围一圈，涨潮时鱼游进来，退潮就被卡住跑不掉，渔民只要等水退，再走进去把鱼抓起来就好啦。超聪明的古早捕鱼法。刚刚弯进那个石户故事馆，感觉不错哎。只是今天没有时间可以进去逛，改天带家人过去看看吧。这一路上，我的未来必访口袋清单应该又多了好几个。复习一下：竹北原森林保护区、凤坑沙湾、波头渔港，还有刚刚那个石户故事馆。期待再出来看看这个世界，总会不小心发现一些值得回头的风景。这里注意地上标线，跟着左弯，继续沿着观海路骑乘。这里也有多间自行车租借站，最喜欢现在这种往海里骑的角度。风筝冲浪有这么幸运吗？前几天瑞士级风筝冲浪挑战者休尔兹才从马祖东莒岛出发，花费10小时抵达桃园永安渔港旁边海岸，完成全球首次以风筝冲浪穿越台湾海峡壮举。我这就亲眼看到风筝冲浪，太帅啦！刚刚的拱门，还有这座桥的颜色，怎么突然让我觉得我好像来到迪士尼了？漂亮。那前面就是永安渔港咯。新屋滨海植物园，不是我又不入内参观，这碎石碎木路绝对不适合公路车的我啊。永安渔港候车亭，这应该是桃园最美滨海候车亭吧。来走一下笨沙桥，从这里可以通到永安海滨公园。因为我刚刚是从里面的自行车道来到永安渔港，这座桥又很经典，不过来看看不行啊。从这里可以眺望永安渔港和脚下这社子溪出海口。来骑一下永安渔港旁边这个，叫它跨海大桥啊。风超大的，它的正式名称叫做笨沙桥。一定要来骑骑看，风超级无敌大，哇，超大的风！永安海螺文化体验区，
我只有去过2楼看风景，还没进去过啊。后方那个是永安观海桥，来这里的话可以走上去哦，从那边看那个渔船出港，棒！又是一个要找时间过来逛的景点啊。在这里骑车，看着一旁的西滨，觉得自己好幸福啊！这里骑乘起来好悠哉，空气又好，又可以弯来弯去，一点也不无聊啊！西滨有时候真的会骑起来很无聊，景色很单一，最大的好处是速度，但是我不赶时间啊，悠闲的慢慢骑。早教生态环境教室，这一路过来怎么有这么多地方可以参观？桃园观光导览网上写着：想要与关心早教谱一场1000年之恋吗？认识10年才长1公分的海洋生物育婴房，走，由专业海岸生态解说员带您一起去探索哦。接下来这段自行车道，我可是花了大半功夫才找到的。看看这块看板，历史感满满，上面应该是写着大潭工业区自行车道导览图，就继续跟着指标走吧。这个左弯后就越来越神秘了。Google 地图没有标示，反正我就是在环科路和环科2路中，这绝对是一条1又3/4自行车道。刚刚从后面那个自行车道出来了，旁边的标示都已经差不多不见了。我也不确定这叫什么自行车道。查到一则2009年年底报道，观音乡大潭工业区自行车道启用，沿途行经早礁、红树林等珍贵自然生态宝库，也有滨海美景、台电风力发电机点缀期间，赏景运动兼具。我现在这路段确定林相超丰富，根本像古人披荆斩棘、开垦山林一样。好，我确定刚刚那是自行车道，地上都有画清楚的符号，就是说呢，看那一些树啊，还有杂草丛生，真的有人会来这里的自行车道骑车吗？从森林逃脱出来，回到文明的感觉真好。其实这条自行车道 ，Google 上面没有显示哦，Google 都没有的，是我自己一直看着这个路上的标志啊，然后就沿着标志一直往北边走喽。导航是一直叫我回西滨啊，我就是想要来探路一下。Google 地图上面没有，那就更少人会来骑喽。就让我来走走看吧。然后我就这样沿着环南路来到了这什么地方，过去看看。左方那是水管桥景观台，下方这2个人吓到我的啦。刚刚又看到阿兵哥，我还问他说：“你们这是什么活动啊？”他说：“我们在演习，汉光演习啦。”我只是没想到我会在这地方遇到步行版本的。你不糊涂，只是笨了一点。从竹北的水月公园来到了观音这个水月桥。我要说的应该是竹北的水月桥到观音的水月桥。桃园市观音滨海休憩区，我还真是初次拜访啊。自行车步道刚刚结束了，就要接上西滨，然后不小心又看到了白沙甲灯塔。来到观音，当然要来白沙甲灯塔一下喽。然后我就弯过来了。一个人骑车的随性，一个人骑车的自在啊！哇，在白沙甲灯塔遇到了生态，真是太巧了！我也跟你拍一张。
新竹慢龟车队的增大永远活力十足，带着一群车友啪啪走。我赶紧拍个到此一游照，玩太久了，你们一定也忘记我今天的目的地是许厝港哎。最后还是回到了西滨啦，没有自行车道喽。西滨骑一段。哎，我怎么来到了大园啦？我到底要去哪里啊？我一直以为许厝港在观音，好吧，反正就继续骑就对了。刚刚不小心在西滨上了桥，上了桥之后就要走很久喽。然后我绕了好一大圈，导航带我走来了这个地方。看一下地图，好像也没有别条路了。硬着头皮，我们来探险去吧。上礼拜北横的大慢段都顺利通过了。这地方没有水流，没有烂泥巴，没有水洼，只希望不要突然来一条狗，我会摔到旁边的水沟里啊！许厝港桥终于到了，只是我们初次见面，我为什么是从后面那个小巷子跑出来？好神奇哦！许厝港桥，您2023年4月就在这等我。您这结合候鸟意象设计，在俯瞰视角下有如飞翔的羽翼。等等，骑乘自行车请下车牵行，小心通过。地上这么大的牵行标志，我还是第一次看到。人家说用牵的，那就用牵的吧。反正走一走也不错。这许厝港自行车大桥把许厝港湿地和草罗沙丘地质公园连在一起。以前大家得绕台61线，现在直接跨越老街溪，超方便。沿线还有赏鸟平台、自行车道、观景步道，整个滨海生态旅游廊带都串了起来。这景观大桥还荣获2021年国家卓越建设奖最佳规划设计金质奖。感受一下这个风雨的条件。风超大的，难怪要下来用牵的，安全第一。好大的风哦！就是那里，昨天就是在脸书上面看到那个地方，就告诉我自己，我今天一定要过来看。那我们过去吧。这真的不夸张，风有够大。许厝港湿地南岸人文广场今年刚整修完成，有新的景观座椅、入口意象和历史人文广场。来这里不只可以看到湿地、骑单车，还能认识早期郭家、许家先民登陆开垦的历史。整个空间结合自然与文化，很有在地位，也很好拍照哦。而我就是特地来跟小燕鸥合照的。为了就是洗掉上星期跟乌秋那张恐怖的合照，这次总算拍到一只不会突袭我的鸟吧。轻便轨道车，感谢这些珍贵照片，我还真没看过这种车啊。风超大，许厝港拜拜。那现在是桃园莲花季。就顺路来去莲花季看一下喽。这种天气看到派出所补给站，超棒！去装个冰冰凉凉的水，继续出发。不小心路过这水之丘主题公园，池底迷宫，常见的运动设施。最有名的就是前方不远处那3层楼高的饲料桶溜滑梯，赶快路过，看到这种我都超羡慕，就是那种看得到吃不到的无奈啊！来到了观音，顺便来去看一下龙猫公车站，就在前面而已。前方那绝对是观音的京城武术 ，Totoro 龙猫，你一定是在等我吧？很多人拍照，赶紧拍一张。还有模仿弯腰游泳的地方，现在小朋友知道这故事吗？
糖果屋的正门，这幼儿园太吸引人啦！莲花节主会场快到喽！这绿色隧道里面还蛮凉的。就跟你说，我向来与赏花无缘吧。别人看到的是静静绽放的莲花，我看到的是吹到整池莲花左右乱摇。还好有这黄花睡莲，更多的睡莲。感谢你们这样好好的睡着，给我拍个够。感谢特别来宾帮我们示范体验做大王莲。风真的太大了，这荷花都被吹得东倒西歪，这花瓣都掉了。要找到一颗完整的还是不容易啊。没关系，别的频道看不到的，我拍给你看。这天风超大，这样的莲花池没看过吧？顺路再来去富冈晃一晃。我要来到了富冈了，看得出来这是富冈老街吗？Google 评论说要来吃这间景美仙草冻花，大热天点了个仙草丝冰，舒爽降温后，继续来跟老朋友高8.5米的白鹭鸶打声招呼。看着这片皮糖稻穗金黄的美景，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去看自强号土地公，就在3连皮的附近哦。还没到，土地公就派新自强号来欢迎我。开放时间6点到19点，全台湾唯一有上下班时间的土地公庙。这可是第一代电气化自强号，英国贵妇 EMU 100型。1978年开始服务，整整通行了46年才退休。赶紧来拍个照。土地公庙车厢的彩绘都是由台铁退休员工亲自绘制，太有才了吧！能够在2025年的今天看到第一代自强号，屁股还感受了一下当年的座椅。土地公，谢谢啊！自强号土地公庙拜访完了，最后一站我要来去看牛肉，去个耀辉牧场，它只有6日才开哦。那一样要在6点之前呢。富冈这里的自行车道很大气啊，很宽。我就这样从杨梅富冈继续往杨梅火车站方向。杨梅大家一定是想到埔心牧场，这次带你们来看看可以直冲牛棚的耀辉牧场。没错，就在前面。到喽，牛牛，我来喽！你们的模样简直比外面那艳阳还厉害，整个把我的心都融化了。牛哎，嘿嘿，就是要来看牛吗 ？Hello。刚刚那小牛够可爱了，这还有一头更小的。乳牛们在排队准备挤奶奶喽。他们都来找我了，好吃吗？来到隔壁棚，更是惊喜。这里有一整排的乳牛，太壮观了吧，有点吓到了。这里还有2排。牛牛看镜头，耀辉牧场，拜拜，牛牛拜拜。看到你们好开心哦！我真可以坐在那里看他们一整个下午，好可爱哦！
耀辉牧场不用门票，不用爬陡坡，下回来到杨梅可以弯进来看看。到了115县道，这么熟悉啊！一直骑一条路，翻越这座山，就可以回家了。好啦，感谢您的陪伴，我是 Wendy， 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I feel like I'm losing my mind. Is everybody in the world blind? Please, Lord, give me a